家人们，刷到这条视频的长辈们有福了，今天咱不绕弯子，直接上硬菜，揭秘平民强心果排行榜。重点是第一名居然不是坚果，而是咱菜市场随处能买到的家常食材，护心稳卖防意外，关键还不贵，普通家庭天天吃都不心疼。您是不是也总听人说护心要多吃坚果？核桃、杏仁、开心果，价格不便宜，还总担心吃多了长胖。其实啊，咱老百姓护心根本不用花大价钱买那些贵价补品。我做健康科普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长辈跟风买保健品，钱花了不少，效果却平平，反而忽略了身边最常见的护心宝贝。今天这份排行榜都是我结合老中医建议、街坊邻居真实反馈，还有权威机构的饮食指南整理出来的，每一样都经过实践检验，安全又管用，长辈们闭眼记就行。先来说说排行榜第10名，它就是咱夏天常吃的西瓜。可能有长辈会说，西瓜不就是解渴的吗？怎么还能护心？您可别小瞧它。西瓜里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，还有钾元素，这些都是护心的好东西。我邻居张大爷夏天就爱抱着半个西瓜吃，他有轻微的血压偏高，医生就建议他多吃点西瓜，补充钾元素，帮助稳定血压。现在张大爷的血压控制的可好了，不过这里有个小提醒，血糖偏高的长辈吃西瓜要适量，一次别吃太多，选那种甜度适中的上午或者下午加餐的时候吃最好，既解馋又护心，多好呀。第9名就是酸甜可口的草莓。草莓这东西颜值高，味道好，老人小孩都爱吃，它里面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，还有一种叫花青素的物质，抗氧化能力特别强，能保护我们的血管，让血管更有弹性。我老妈就特别爱吃草莓，每天早上都会洗一小碗配着粥吃。她说吃了草莓，感觉心里亮堂，浑身都舒服，而且草莓的热量特别低，就算是担心体重的长辈也能放心吃，每天吃个10几克，既补充营养又护心，性价比超高。不过买草莓的时候要注意，别买那种看起来特别红，闻起来却没香味的，可能是催熟的，选那种带着自然果香、表面光滑的，吃着才放心。第8名是咱们冬天离不开的橙子。橙子可是个好东西，浑身都是宝，果肉富含维生素 C 和类黄酮，这些成分能帮助清理血管里的垃圾，减少血管堵塞的风险。我二姨以前总说胸口发闷，后来听我的建议，每天吃一个橙子，坚持了大半年，现在胸闷的情况少多了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都说她的血管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，而且橙子的皮晒干了还能泡水喝，理气健脾，对肠胃也好。长辈们吃橙子的时候，不用刻意削皮太干净，里面那层白色的筋络也可以吃，虽然有点苦，但营养特别丰富，对护心也有帮助，千万别浪费了。第7名就是被誉为干果之王的红枣。红枣这东西咱中国人都熟悉，煲汤、煮粥，直接吃都可以。它里面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，能补气血，而气血充足了，心脏供血才能更顺畅。我姥姥今年87岁了，身体特别硬朗，她的秘诀就是每天吃3颗红枣，早上起来空腹吃，说是能养心安神。姥姥说年轻的时候家里穷，就靠吃红枣补身体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习惯一直没改，心脏从来没出过毛病，睡眠也特别好。不过红枣含糖量不低，血糖高的长辈要少吃，每天吃2-3颗就行，别贪多，不然反而不好。另外，买红枣要选那种肉质饱满、颜色自然的，别买那种看起来特别亮、摸起来粘手的，可能加了糖精或者防腐剂。第6名是口感软糯的香蕉。香蕉里的钾元素含量那可是出了名的高，而钾元素对于稳定血压、保护心脏功能特别重要。我单位的李阿姨有高血压病史，医生一直让她多补钾，她就坚持每天吃1根香蕉，
现在血压控制得很稳定，而且香蕉还能缓解疲劳。李阿姨说，每天下午3、4点的时候吃一根，下午上班都有精神。不过香蕉性偏寒，肠胃不好的长辈，比如容易拉肚子、肚子胀气的，最好少吃，或者用温水泡一下再吃，减少对肠胃的刺激。还有别买那种已经熟透、发黑的香蕉，营养会流失。选那种表皮金黄、稍微有点硬的，口感和营养都最好。第5名就是我们常吃的苹果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。苹果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，这些成分能帮助降低血液里的坏胆固醇，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，从而保护心脏。我姑父以前胆固醇有点高，医生就让他每天吃一个苹果，连皮一起吃，因为苹果皮里的营养更丰富。坚持了1年多，再去复查，胆固醇就降到正常范围了。而且苹果的饱腹感特别强，长辈们如果担心晚上饿又不想吃太多东西，吃一个苹果就刚刚好，既不增加肠胃负担，又能护心，一举两得。买苹果的时候，别买那种打蜡太多的，用手摸一摸，如果感觉特别光滑，有点粘手，可能是打蜡了，最好削皮吃，或者用盐水泡一会儿再洗。第4名是酸甜开胃的山楂。山楂这东西很多长辈都爱吃，尤其是做成山楂糕、山楂片，酸甜可口，还能助消化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山楂护心的效果也特别好，它里面含有山楂酸、柠檬酸等成分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扩张血管，对稳定血压和血脂都有帮助。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爱吃油腻的东西，血脂有点高，后来我奶奶就经常用山楂泡水给他喝，或者做山楂炖排骨，既好吃又健康。现在爷爷的血脂一直很正常，心脏也没啥毛病。不过山楂比较酸，胃酸过多的长辈，比如经常反酸、烧心的，要少吃，最好饭后吃，或者泡水的时候加2颗红枣中和一下酸味。另外，孕妇和有胃溃疡的长辈就别吃山楂了，以免引起不适。第3名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柚子。柚子的个头大，水分足，味道清甜，很多长辈都喜欢吃。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，还有一种叫类胰岛素的成分，不仅能护心，还能帮助调节血糖。我表姐的婆婆有糖尿病，同时心脏也不太好，医生就建议她多吃柚子，因为柚子的升糖指数很低，吃了不会让血糖飙升，还能补充营养，保护心脏。现在表姐的婆婆每天都会吃1、2瓣柚子，血糖控制得很好，心脏也比以前舒服多了。不过柚子性寒，体质偏寒的长辈，比如经常手脚冰凉、怕冷的要少吃，最好上午吃，别空腹吃。还有，吃柚子的时候别和降压药、降脂药一起吃，以免影响药效，最好间隔4个小时以上。第2名就是大家一直以为的第1名，坚果。说到护心，很多长辈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坚果、核桃、杏仁、腰果，这些确实都是护心的好东西。它们里面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种成分能帮助降低血液里的坏胆固醇，保护血管弹性，减少心脏疾病的风险。我隔壁的王叔叔每天都会吃一小把坚果，大概7、8颗的样子。他说坚持吃了3年，现在体检、血管各项指标都特别好，医生都夸他会保养。不过这里有个重要提醒，坚果的热量很高，不能多吃，每天吃一小把就够了，大概7、8颗，吃多了容易长胖，反而增加心脏负担。而且要买原味的坚果，别买那种盐焗的、糖炒的，里面加了太多盐和糖，对心脏不好。另外，有坚果过敏的长辈就别吃了，以免引起过敏反应。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排行榜第1名，它不是坚果，也不是什么名贵补品，而是咱菜市场、超市随处可见的西红柿。您是不是特别意外，觉得西红柿太普通了，
怎么能排第一？但我告诉您，西红柿护心的效果绝对是平民食材里的天花板。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，这种物质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，能有效保护血管内皮细胞，减少血管损伤，降低心脏病、中风的风险。而且西红柿里还含有钾元素和膳食纤维，能稳定血压，调节血脂，对心脏的好处太多了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。我老家的邻居陈奶奶今年92岁了，心脏一直特别好，她的秘诀就是每天吃一个西红柿。陈奶奶说，她从50多岁就开始，每天早上空腹吃一个生西红柿，或者晚上炒西红柿鸡蛋，坚持了40多年，从来没犯过心脏病，血压血脂也都正常。后来我查了资料才知道，番茄红素在加热和加油的情况下，吸收效果会更好，所以炒西红柿或者做西红柿蛋汤，护心的效果会更佳。还有一个数据，我必须告诉大家，根据权威机构的研究，每天吃一个西红柿的人，患心脏疾病的风险会降低 26%。这个数据可是经过大量实践验证的，绝对靠谱。而且西红柿的价格特别便宜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，普通家庭每天吃一个，完全没有压力，性价比超高。不过吃西红柿也有小技巧，首先要选那种熟透的、颜色鲜红的西红柿，这样的西红柿番茄红素含量最高，护心效果最好。其次，最好不要空腹吃生西红柿，尤其是肠胃不好的长辈，以免引起胃痛、反酸，最好饭后吃或者做成菜肴吃。另外，不要买那种催熟的西红柿，就是看起来红，但是摸起来硬邦邦的，里面的籽还是绿色的。这种西红柿不仅没营养，还可能对身体不好，买的时候要注意挑选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长辈会问，这些强心果真的有这么管用吗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这些食材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，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确实对心脏有好处，但它们不是药物，不能替代药物治疗。如果您已经有心脏方面的疾病，或者血压、血脂、血糖都偏高，一定要按时吃药，遵从医嘱，同时把这些食材融入到日常饮食中，作为辅助调理，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。我做健康科普这么多年，一直坚持一个观点，是最好的医生是自己，最好的药是食物。咱们长辈护心，不用追求名贵的补品，把日常饮食调理好，多吃这些平民强心果，再加上适量的运动，比如每天散步半小时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少生气，多开心，心脏自然会越来越健康。还有几个护心的小秘诀，我今天也一并分享给大家。第一，吃饭要清淡，少盐少糖，少放油，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，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克。过多的盐和油会增加心脏负担。第二，多喝水，每天喝够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，帮助促进血液循环，清理血管垃圾。第三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每天睡够7个小时到8个小时，别熬夜，熬夜最伤心脏。第四，保持心情舒畅，别为小事生气，多和家人朋友聊天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比如养花、种草、跳广场舞，开心是最好的护心药。我再给大家举几个真实的例子。我以前的一个同事，他爸爸有高血压和冠心病，一直靠吃药控制。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些强心果，让他爸爸每天换着吃，同时注意饮食清淡，坚持散步。现在他爸爸的血压和血脂都控制得很好，心脏也比以前舒服多了，吃药的剂量都减少了，医生都说调理得特别好。还有我姑姑，以前总说心慌胸闷，后来按照我说的，每天吃一个西红柿，一个苹果，再吃一小把坚果，坚持了半年。现在心慌胸闷的情况几乎没有了，整个人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。这些例子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事情，不是我编的，所以大家完全可以相信这些平民强心果的效果。
不过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食材的效果也因人而异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食材，比如血糖高的长辈就多吃柚子、草莓，血压高的长辈就多吃香蕉、西红柿，肠胃不好的长辈就少吃山楂、柚子，选温和一点的食材。另外，我还要提醒大家，护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一定要坚持，每天吃一点，日积月累才能看到效果。不要指望吃几天就能见效，也不要因为吃了一段时间没感觉到变化就放弃。健康养生没有捷径，只有坚持才能收获健康。还有，咱们长辈护心，除了饮食调理，定期体检也特别重要。每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，查一查血压、血脂、血糖、心电图这些项目，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如果有问题，可以早发现、早治疗，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。我身边很多长辈就是因为不重视体检，等到身体不舒服了才去医院，结果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既花钱又遭罪，所以定期体检真的不能忽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份平民强心果排行榜，都是我精心整理的干货，每一样都实用，不贵，好获取。长辈们一定要收藏起来，转发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护心的小妙招。如果您还有其他护心的好方法，或者吃过哪些对心脏好的食材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咱们一起交流，互相学习，让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心脏，安享晚年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的长辈说一句：健康是福，心脏健康更是重中之重。不用花大价钱买补品，把日常饮食调理好，多吃这些平民强心果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就能护心稳脉，防意外，健健康康过好每一天。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今天分享的内容，把这些食材融入到日常饮食中，坚持下去，相信你们的心脏会越来越健康，身体也会越来越硬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